明明靠颜值就能躺赢，却偏要靠极致自律撕掉花瓶标签。他用实打实的敬业夯实演员底气，更用7年蛰伏硬生生拼出一段逆袭传奇。本期为你分享彭于晏。1982年，彭于晏出生于中国台湾一个普通家庭，童年的生活并未如他后来的荧幕形象般阳光顺遂。少年时期的彭于晏长相俊俏，5、6岁时就被广告导演看中，拍摄了人生第1支广告。但母亲深知靠脸吃饭难以长久，在他13岁那年，毅然将他送往加拿大读书，希望他能接受更系统的教育，将来从事一份稳定的职业。异国他乡的求学时光让彭于晏学会了独立，也培养了他不服输的性格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考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，按照母亲的期望，朝着金融从业者的方向努力，却未曾想命运的齿轮在2002年悄然转向。2002年，彭于晏回台湾参加外婆的葬礼，意外与儿时合作过的广告导演重逢。彼时，台湾偶像剧正处于黄金时代，导演一眼看中了这个外形阳光、眼神清澈的年轻人，邀请他出演偶像剧《爱情白皮书》中的男2号曲守志。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彭于晏正式踏入演艺圈，凭借俊朗的外形和自然的表演，他迅速走红，成为两岸3地炙手可热的青春偶像。随后，《仙剑奇侠传》中痴情的唐钰小宝，《海豚爱上猫》中与海豚为伴的徐渭等角色，让他收获了大批粉丝，却也被贴上了花瓶的标签。为了争取更多自主选择权，在2008年，彭于晏与老东家爆发合约纠纷，最终被雪藏。整整1年时间，他没有任何工作机会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只能靠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。这段低谷期让彭于晏深刻体会到人情冷暖，也让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。2011年的电影《翻滚吧，阿信》让这一切迎来了转折。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，讲述了体操运动员林育信克服伤病和挫折，重拾梦想的励志故事。看到剧本时，彭于晏当场落泪。阿信在失忆后重新振作的样子，像极了当时的自己。他主动给导演打电话，承诺不论多少钱，不论多小的角色，我都要演。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，已经29岁的彭于晏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魔鬼训练。为了演好这部戏，每天清晨6点，他就来到训练馆，从最基础的压腿、拉筋开始，接着练习鞍马、吊环、跳马等专业动作，每天训练时间超过10小时。为了达到运动员的体型标准，他严格控制饮食，戒掉所有高热量食物，只吃水煮鸡胸肉、蔬菜和少量碳水化合物，最终将体脂率降到了惊人的3%。训练过程中，他多次受伤，脚踝扭伤、手腕骨折都是常事，但他从未想过放弃。阿信能坚持下来，我也可以。凭借这份执着，彭于晏在影片中完美呈现了高难度的体操动作，将阿信的坚韧与热血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翻滚吧，阿信在台湾地区大卖，票房口碑双丰收。彭于晏也凭借这个角色入围第48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完成了从偶像花瓶到实力演员的华丽转身。导演林育贤评价道：“彭于晏不是在演阿信，他就是阿信。”这次成功让彭于晏找到了自己的表演之路，用极致的投入和自律赋予角色灵魂。此后，彭于晏开启了为角色而活的演艺生涯。2013年，在电影《激战》中，他饰演为寻找父亲而走上拳击台的落魄富二代林思琪。为了塑造真实的拳击手形象，他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专业拳击训练，每天挨打200多下，全套都被汗水浸透。之后的1年中，彭于晏接拍《黄飞鸿之英雄有梦》，饰演年轻时期的黄飞鸿。为了展现男拳的刚劲有力，他接受了9个月的武术特训，每天和8个武行师傅对打，从踢腿、扎马步等基础功练起，就连参加活动都带着武术指导洪金宝的弟子随时请教。2015年，在破风中，他饰演自行车运动员裘明。为了适应角色，他提前半年开始训练，每天骑行120公里，累计骑行距离超过1万公里，还考取了专业自行车手执照。导演林超贤说：“别人看中彭于晏的外形，我看中他的斗志。从匆匆那年中深情的陈寻，到湄公河行动中英勇的缉毒警察方新武，从乘风破浪中叛逆的徐正泰，到明月几时有中文艺内敛的刘黑仔，彭于晏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用实力证明自己的戏路宽度。他的拼命，圈内人有目共睹。梁家辉与他多次合作，每次看到他为角色付出的努力，都心疼不已。在节目中看到他训练的画面时，不由得感叹，一个偶像剧演员不会有很多导演让他有机会转换很多形象，但他自己做了无数练习，这些努力会让他勇往直前，无畏无惧。如今的彭于晏已经从当年的失意偶像成长为华语影坛的实力派标杆。他用7年蛰伏打破雪藏的困境，用10年拼搏赢得业界和观众的认可。从爱情白皮书中的青涩少年，到如今气场全开的实力派演员，彭于晏的人生就像他饰演的那些角色一样，充满了挑战与逆袭。他曾被贴上花瓶标签，曾遭遇雪藏的低谷，但他用汗水和坚持，将每一次挫折都变成了成长的阶梯。就像他在《翻滚吧，阿信》中说的：“如果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，那就用尽全力吧。
如今40多岁的彭于晏，眼角多了几分沧桑，却依旧眼神坚定。他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靠颜值吸引关注的少年，而是用实力赢得尊重的演员。当他再次出现在荧幕上，观众欢呼的不仅是角色的回归，更是对一种精神的致敬，那种在逆境中不放弃，为梦想拼尽全力的精神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彭于晏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所谓奇迹不过是坚持的另一个名字，所谓逆袭不过是把别人放弃的时间都用在了打磨自己上。正如他始终践行的人生信条：人生路长，无欲则刚，努力做好当下，就是对未来最好的承诺。